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4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4年8月9日。由于市场质押热潮，目前券商已经开始拿翘了，元大证金还有永丰证券的质押利率都上升到 3.2%， 一个月内升息2次，一副不高兴不要借的态度。上一集 EP3 的时候我们有做提醒，目前股票市场真的是蛮热的，早晚会遇到技术性的回调。果不其然，这一次的回调比4月19日这一波来得更急更猛，幸好我们有做股债配置的布局，只有股票部位要担心下跌，美债部位这时候就会展现出防守的功力。这波从7月12日台股高点 24,416 点开始拉回向下，这2周还一天大跌一天大涨，一下创下最大跌点记录，一下创下前10大涨点记录，可说是非常的刺激。8比5日单日负 8.35%， 创下历史单日最大跌点 1807 点。不过只要有做资产配置，进行股债平衡布局的，相信在这2周的心情上绝对是安稳得多。我们在美债布局中，除了自备的现金，主要是使用质押工具来增加本金。质押只要认真研究好适合自己的维持率，你一定会发现，质押根本长期投资的好朋友。倘若有质押好朋友相伴，一旦现金不够，可以到元大证金及永丰证券跟好朋友借钱。近期由于质押热度爆表，利息一路上升，不过秉持抓大放小的原则，想太多也没什么帮助，不用纠结在这个利率这个小地方，只要妥善规划，股债部位获利的金额肯定是远胜过利率上涨利息，所以我们不用太纠结，抓住大方向即可。只要借贷股债部位年增值超过 3.2%， 多于 3.2% 的投资报酬率，都是我们认真研究做功课，取得市场先生给予的报酬。这个月债券损益从7月5日的 396904 元上升到8月9日的 752,439 元，美债获利增加 1% 左右，获利金额增加 355,535 元，加上美金部位的话是 387,500 元。这里更新美债布局部位，当初是看完怪老子影片后，从2022年2月开始定期定额美债，台股布局富邦 00696B， 美股则以透土为主，台美两边同时设定定期定额约1年时间，台股部位布局约65万，美股部位约80到85万，共约150万元。这2周股跌再涨，连富邦都一度转红开始获利。由于自备现金不够用，研究好质押工具后，上个月陆续增加美债部位的布局，目前整体布局部位到达台币1116万元。这个月只有欣赏波动，并没有再加码美债。这里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一波美债布局以20年期的为主，因为降息过程中，存续期间越长，降息上涨幅度越大。但是经过这一波降息循环之后，美债一旦获利了结，下一轮美债部位回补，我会调整成10年期的美债。在资产配置中，为了降低股债配置组合中的波动，使用7到10年期的美债，波动可以降到20年期的一半幅度。当我们下次遇到类似2022年暴力升息、股债双杀的情况，美债的防守威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。倘若你有研究巴菲特的债券部位，可以知道，巴菲特的债券布局都是以短年期为主。这一波降息循环结束之后，我们就会调整换成7到10年期美国公债。各位投资朋友请继续看下去。温馨提醒，质押借贷必须认真研究维持率，清楚了解自己投资的风险承受能力，适当的使用，才不会遇到股票大回荡时措手不及。倘若是一个全部是股票的质押系统，把维持率设定在 300% 是比较安全的。即使股价腰斩，维持率还有 150%。元大证金断头下限值 140%， 永丰证券断头下限值 130%。我目前质押维持率是控制在 250% 左右。由于我是建立股债平衡的质押系统，即使是遇到2008年的大盘下挫5成，也不太容易碰到断头下限值 140%。我是经过审慎评估风险承受能力，加上已有完整投资计划的情况下，才开始使用质押工具。温馨的提醒各位投资朋友，质押维持率非常重要哦。这2周我们资产配置的维持率，无论维持在 240% 上下，整体股债部位至少要再跌 44% 左右我才需要补钱。就算是遇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我们这样的股债平衡配置，回撤也才跌 20% 下上，要跌幅达到负 44%， 实在是太困难了。所以我们心情上是相当的安稳。我们使用资产配置的概念，使用股债平衡的质押系统，如果股票上涨，不会因为满手债券空手股票而患得患失，还可以因为股票市值增加，继续跟银行借钱出来买债券。如果经济衰退或金融市场失序，造成股票下跌，此时因为降息就经济的预期，债券会上涨，这个时候可以卖掉涨高的债券来买跌升的股票。整个过程，股票下跌，债券上涨，整户市值不变。
如果股票下跌的速度比债券上涨还快，而有维持率偏低的风险，只要卖掉一点点的债券去还款，或者用没有质押部分的股票补充当分子，来拉高维持率就可以了。谈到使用股债平衡来资产配置的概念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下缺优上老师好书里没有学到的资产配置。我在2020年学习股神默默在做的事，获益良多，推荐给各位投资朋友。有兴趣的投资朋友可以去买或者到图书馆借来看都可以。我们的影片知识充足，请耐心听完免得声明。由于分享的理财手法是我个人理财的操作与分享，请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。倘若跟单操作一是审慎评估后的决定，需盈亏自负。投资理财有赚有赔，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